暗线穿珠局，商界第一敛财术，用这个局做成的人，没有一个不发大财的。就算一无所有，却假装自己什么都有，然后利用人性的贪婪与信息差，步步为营，最终让虚构的资源变成现实。从一无所有到空手套白狼，直到把假想变为真实。在宋朝，有一位名叫张有福的生意人，本来日子过得还算不错，但时代风云变幻，日子渐渐艰难起来。一边是朝廷的苛捐杂税，另一边是同行的明争暗斗，再加上商队经常被土匪打劫，张有福的家底快被掏空了。就在这种焦头烂额的日子里，灾难降临了，他的独生子被关中第一大匪帮三虎帮绑了去。三虎帮的帮主派人给他递了张纸条，上面直截了当地写着，要赎人，拿100两黄金来。对一个已经快断粮的家庭来说，这无疑是灭顶之灾。张有福心里清楚，三虎帮手段狠毒，若不救，儿子不是死就是一辈子残废，而且这可是他唯一的儿子，就是一定要救的。可钱从哪里来呢？张有福一夜未眠，面对绝境，他没有坐以待毙，他想到了一个冒险的办法。第二天，他把家里所有的知县东西都卖了，凑了一份像模像样的聘礼，直奔知县家中提亲。他想让儿子娶知县的女儿。知县老爷一听，怒的胡子都快飞起来了，你一个破落商人，凭什么觉得我会把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你儿子？张有福却不慌不忙，笑着说，您有所不知，我儿子现在可是江南第一大棉布商的股东，还认了三虎帮的帮主为义父。这桩婚事您不但不用担心，还能一举解决县里的匪患问题。有三虎帮撑腰，再加上第一棉布商的通商资源，县里以后不仅安定，还能富得流油。知县老爷听得心里直打鼓，犹豫再三，竟然真的答应了。拿到知县的提亲书，张有福转身跑到江南第一大棉布商那里，他信誓旦旦地说，我的儿子如今是知县的女婿，三虎帮帮主的义子，你们的商队以后再也不会被土匪打劫，还能享受官府的通关税减免政策。如果你让我入股，咱们以后可是黑白两道通吃。棉布商听完，深感这是个稳赚不赔的生意，于是爽快地给了张有福一份股权。有了知县的提亲书和棉布商的股权证，张有福直奔三虎帮大本营。他一进门，三虎帮手里的大砍刀已经准备就绪，帮主劈头盖脸就是一句，钱呢？张有福却稳如泰山的开口，帮主，我没带黄金来，但我带来了一份大礼，我想让我儿子认您做义父。我儿子不仅是知县的女婿，还是江南大棉布商的股东，只要认下这门亲戚，咱们黑白通吃，往后不但财源滚滚，连官府都得给您面子。您觉得100两黄金比得上这个吗？帮主一听，觉得很有道理，刀马上放下了，连声说成，义子认下了。短短几天，张有福从一个随时可能破产的小商人，摇身一变成为知县的亲家，棉布商的股东，三虎帮帮主的亲人，不仅救了儿子，还意外完成了一场华丽逆袭。这个故事乍看离奇，但背后有着惊人的逻辑。当然，这种操作风险极高，一旦某个环节露馅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但不得不说，张有福这一手堪称传奇，也成为江湖上的经典案例，甚至流传至今。您如何评价这种暗线穿珠局的操作呢？是智慧还是险中求胜？